孟加拉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国民经济主要依靠传统农业，人均 GDP 仅1000余元。作为印度的邻邦，孟加拉也拥有着大量的铁路系统。相传这里有着和印度一样的挂火车奇观，无数的贫民窟也让人们分不清城市的边界。这些孟加拉最底层的人民究竟如何生存，又如何乘坐火车开挂？这一集雷探长将深入聚焦孟加拉底层人民，带你一探究竟。现在雷探长呢是在这个吉大港的火车站，吉大港火车站呢，那也是这里呢最古老的火车站。这个火车站的外观呢就看着非常的古典，但是呢，哎呀，依然让我觉得这里非常的脏乱差、落后啊。应该说整个南亚最破的火车站了啊！哎呀，而且你看这个地上有很多垃圾啊，估计也永远也扫不完，而且扫垃圾的会把这个东西地上的这些脏东西都扫到这个铁轨里面去，他也不把它收走。哎呦，这里真的是非常落后啊！我现在是从这个铁路这走过来。这些不知道年月的铁轨上到处是垃圾，火车上扔下的排泄物也在铁轨上发酵，恶臭得让人无法呼吸。可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竟然有很多人随便拿一块布一遮就席地而睡，偶尔有乌鸦停留也毫无反应，远远看去都无法区分和死尸有什么不同。这里很多人闷着头啊，白天呢就睡在这个地方，他们无家可归的样子。这么多人来来往往的，也不会把他们吵醒，那边就一直都躺着。尤其晚上的时候，你从这走的时候，不小心会把他们踩到，这个挺吓人的。走在车上那个人，他也不怕掉下来啊，太危险了。哇，看到了吗？孟加拉火车上都这样的，他们就顺着这个车就在那跑。这个开挂真的是很危险哦，就是虽然说有些人可能觉得很好玩，但是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孟加拉这火车呀，简直了，就是哇，还没站稳车就开始开了，真的很危险啊！你说那么多人都在上面爬着，还有很多人就像挤那种流动的那种车似的，哇，这往上跑哎！在英国殖民时期，英国人为了运输物资，在今天孟加拉的土地上修建了大量的铁路系统。孟加拉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经历了多年的动乱，铁路系统也长期处于缺乏维护的状态中。时至今日，孟加拉民众的交通需求日益增大，越来越多的贫苦民众爬上火车顶部来逃票。每到宗教节日的时候，就会出现大量民众把火车围起来，形成肉包铁的奇观。而这样做的危险性也不言而喻，每年都会有开挂的人因为拥挤而摔下，被滚到车轮底下，酿成惨案。哇，一辆火车就这样过去了。这些人为什么要在车顶上呢？据说在车顶上是免票，而且在里面的这个车厢，如果在车厢里面会比较闷。但是我还是挺担心他们会掉下来啊。哇，这种车呢，其实也是挺古老的，而且呢，哎，这个车我感觉，你看应该是中国赞助的啊。你看，唐山轨道客车有限公司中国北车，爬上来，哎呦喂，直接就这么上来了。哇，这电车原来里面是这个样子啊，电风扇似的，跟那个20年前北京地铁里面也是这样的电风扇。这个车厢呢，我感觉应该是穷人在里面住着啊。车厢感觉它已经没有什么具体用途了，可见啊，这边的生活真的是非常的简陋啊，尤其这些穷人的生活。这边穷人非常多，这边都窗户都没有。哇，这有很多人就睡在这个地方，而且这个车呢，永远不动，就是一个列车的尸体一样。You sleeping here? No? 吃的，我没有吃的。嗯，哇，蟑螂竟然是个蟑螂！哇，他太厉害了！他本来要去把那个蟑螂想踩死呢，结果没想到那个蟑螂钻他鞋里面去了。
他就在那用那个脚丫子在那蹂躏了一会儿那个蟑螂，最后蟑螂又给逃走了。天哪，他们真会玩！哎，我感觉我头部里面有蟑螂。我刚才那个蟑螂之后，我感觉我浑身都是蟑螂。所以说可见这边大家来这一定要带好杀虫剂啊！哎呀，我没有吃的，他只要不吃我就行了。原来是这样爬的。哇，大家看到了吗？看清楚了吗？我在找这小朋友示范哦，原来他是这样一层层就这样爬上去的，真的是一个考验胆量跟技术的一个活。哇，这个是直接爬，不用任何这个梯子啊什么的。雷亮其实也想爬上去的，所以现在我要试一试。妈耶！我终于爬到这个火车上来了。要知道这火车上原来是这个样子啊！我这一生也是第一次爬到这个火车上来啊！哇，这火车上看，极其的这个一层灰啊，而且其实很危险啊！那火车上有很多这种杆子，以前是这个加电线用的。哇，这要是头被削起来，那不是血滴子的感觉吗？Hi, come. How are you？ 这些小孩啊，从小就在这儿趴着，看我手爬的都是脏的。哇，这个车其实我感觉也挺吓人的。你要说哪天说这个铁路的这个天花板就被踩趴下了。现在我们是在这个车上啊，这个孟加拉这个车上啊，小朋友几下子就能翻上来啊。这个大人要翻的要麻烦点，但是也能翻上来。翻来之后裤子什么都是脏的，因为上面又是锈了又是油了的。哎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Solin。那会说点英语的人，还是上过点学的，不是说一点什么都没有啊。有 living here， 都是流浪孩，就是说都是住在这个车附近，或者是夜里面住在这儿，都没有家。What is your name？ 啊 ，My name is 雷探长。雷探长。What？ It's a ten。One by one. Aku tuh mina. One by one. One by one。哇，他要这样顺着杆子溜下去，哇，好吓人，好恐怖，好恐怖！哇塞，好吓人！我是不敢看。天哪，这也能下去啊！哎呦我的妈呀，下去了。Jump, no problem. No problem. One, two. 哇！虽然我对这些孩子来说只是个来访者，但是他们面对我的镜头展现的永远是自己美好的笑容。他们在车厢里给我表演，偶尔跑过的蟑螂更像是生活中的小情趣。因为没钱，他们没有办法搬离这里。也许对外人来看，这里是朝不保夕、颠沛流离的生活，可是对于他们来说，这条铁轨上的一切算是唯一的游乐场。哇，这里有些孟加拉当地的农民啊，在这个地方劳作啊，在这耕地，然后右边这边是妇女啊，这些妇女呢是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在干活。他们是在干什么啊？就是现在呢，春天来了，他们要把这个土呢翻出来啊，从地上翻出来之后呢，堆到那个地方去，然后他们要在这个地方开始种一些新的庄稼。这个劳动呢，给我感觉很有意思。他们有分工的啊，有人出土，然后呢再把这个土呢放到筐里，再抬到这个地方。这地方呢，再到这个地方呢，再换一个工人啊，再换一批工人，再继续再抬下去啊。所以说他们，这个农民呢，还一直祖祖辈辈还延续着这样传统的这样的劳动方式。
哦，他是有一个人帮你放到这个，哇，这么沉，这么沉。是要有人帮到。哇，我觉得这个特别考验你的颈椎力量，手扶着还好，手扶着还好，但是呢，我要再现这个风情画啊！我要再现这个风情画，一定是。哎 ，no， 哎，给，我告诉大家啥感觉啊？就这个脖子要断了的感觉，就是你往前一撑，你像里面是土，里面不是假的什么东西，里面是真的是土。哎呦喂！所以说那些喜欢发型的美眉，你们就不要再指望啊有什么发型了。这是没有发型的结果好，但是啊，他们很厉害的是，手可以拿掉啊！我想想，我手能拿掉吗？顶多拿掉一个，真的是不能全拿掉。来啊，他们来。OK。YouTube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冒险探长。如果喜欢我的节目，可以点赞和加关注哦。如果想了解我更多的冒险生活，赶紧加我的微信公众号、微博、Facebook、Instagram、Twitter。谢谢大家哦。Hi,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今天呢，我来到这个当地青年家哦，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妹妹哦。其实他妹妹挺腼腆的哦，然后你冲她笑，她妹妹就会笑，哦，非常的质朴啊。Your sister married? No, No married. No married. Your boyfriend? No boyfriend. How old are you? How old? 17. 他哥哥呢，把我带到这边呢，就是希望看看他的妹妹啊，主要介绍他妹妹。以前其实呢，他的哥哥的心愿就是希望他的妹妹能够嫁一个好人家，所以说呢，就是说希望让妈妈看看我，然后呢，让他妹妹看看喜不喜欢。I can go to your house? Oh, okay. Oh, okay. What's this? Number one. Yes. Tangali. 哇，这是什么水？哎呀，从冰箱里拿出来。哇，这个当个的意思就是很甜的那种油炸的一种糕点，吃完就感觉浑身，你要缺油缺糖的话，吃一块就可以了啊。OK， 3个哦，然后吃完那个再喝水。哇，他家这个床哦，真的是实木的啊！你看这个感觉啊，就特别的结实啊，特别结实的一个床，哇，感觉就有年头了。他家桌子也是很结实。这有很多电费啊、水费跟我们一样，单子一看就是那种东西，上面还有价格。Yes, a gift. Gift. What? Thanks. Okay, thanks. Budapest. Budapest. It's Budapest. Budapest. 哎呀，走了。他妹妹其实还是挺漂亮啊，而且她的父母好像对我很满意啊。Father. Budapest. Mother. Budapest. 哎呀，我要上车了，上突突车了。OK. Budapest. OK. Bye. Bye. 哇，一下来就是一股恶臭味，特别臭，臭水沟。在这个达卡呀或者吉大港周围呢，因为他们没有建造过城市的这个排水系统或者什么的，什么都是明着的。70啊，70，就这些糖是70啊。我们买这糖得给小朋友送，因为这边小朋友爱吃糖。OK， 你看他们这边的这个包装袋是无论包吃的还是包什么，都是像作业本啊、卷子呀、
还有什么那种一些法律文案呀，各种那种杂志啊什么包出来的。Your student? Yes. Usually, Bangladesh girl. How old married? 20 years. 20 years. Why? It's young. 20 is young. Why? There are so many problems in society, our family. Oh, you're very beautiful. Thank you so much. You have a boyfriend? I don't understand. No friend, no boyfriend. No. Oh, you're beautiful. I think you, in the future, you have a boyfriend. Okay, thank you. 孟加拉这边的车站哦，它不是那个有那个任何围栏防护着，很多人可以随意的走进那个车站，也可以从这个车站随意的走出来，上车下车都没人管，所以完全是个原生态的这么一种感觉啊！而且旁边上厕所的人什么都有。火车所到之处，垃圾漫天飞舞。其实这个国家的垃圾太多了，真的是太多。尽管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是当我第一次来到贫民窟，还是被眼前的残酷景象惊呆了。一间间不知道用什么材料搭建起来的棚户，在铁路周围错落排开。每次火车经过时，噪音都震耳欲聋，房子也跟着晃动，随之而来的灰尘更是让人窒息。要知道，这个孟加拉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50个国家，基本上排名老末了。有人不知道它穷到什么地方，因为这个到处都是贫民窟跟垃圾啊。铁路旁边就有一些贫民窟啊，你这贫民窟2排，每一排呢都跟那坟墓似的啊，里面充斥着各种病毒啊、细菌呀、流行性的疾病呀什么的。哇，看这个贫民窟的这个，他们每户人家就是在自己的就是屋子里面的隔出一个小方块来呢，专门去用来做饭啊。OK。大家看到，这就是这个一贫如洗的这个贫民窟啊，真的这老人在这生活特别艰难。这边呢有很多这种塑料棚子啊，用手编的竹子编的。其实在这呢是不能漏财的，外面已经有很多人在这边看着雷探长了。还没有人说大面积要钱。如果说我这边给钱的话，会招来很多人围攻啊。其实雷探长还是想给他一点点生活费。给他了20塔卡。OK。我一旦给了钱了，后面人可能就会追着要来要钱。是他的家，好黑啊！我现在只能依靠这个手机的光照一照。这是他的孩子 ，It's your baby。baby。这家里都是什么摆设？这他们全部家当。这是当地的一种很土的灯，煤油灯啊，他会给我们点灯啊。这灯是这样点的哦。这个东西虽然很原始啊，但是引起火灾是很容易的，因为周围全是布了、塑料弄起来的。你看这一点着，哇，这都烧着了。但是这种土灯其实就是一个原始的煤油灯。我们看他们家吃的饭啊，看一下，也给了这户人家一点点生活的钱。哇，这边的人生活的都是在这个石棉瓦做的这种大的这种棚子里面啊，就是棚户区啊，其实阿富汗呀哪都有，但是孟加拉是最贫穷的。What's your job? Welding。我还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边人大部分工作都是旁边那个铁路上修铁路啊，因为所以他们这边铁路的家人呀，这个什么都也会住在这儿，所以说那个铁路一直要维护，这也是一部分在这生活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工资非常低哦。哇，旁边就是个屠宰场，那些羊都在那儿守候着自己要被杀啊。哇，这些人在这生活的非常的简陋啊，都是大棚子，然后杀羊，血都是一地，看这血都是血在地上，大家就是血呀、肉啊都混在一起。I like Bangladesh. Yeah, I know. 我看明白了，他们是把铁轨呢不好的这种墩子都给换掉，换成新的。你看那边干净一点的是新的这种墩子啊，然后他们把一些不好铁轨也都换掉，因为这边
从这看过去，有些铁轨都变形了，变成 S 型的了，就从这一眼看去，后面有好多铁轨都是弯的。小朋友，你在写什么呢？我看看你的作业是阿拉伯语还是英语呀？我的妈呀！这是哇，孟加拉语的啊，孟加拉语的哦，是这样的一个作业法。哇，原来也是从小开始学什么花了啥的。他们的印刷呢，我看看印刷一般般，纸张比我们国家差远啊。这是孟加拉小学生的课本，我们打开看一下。哇，邦格类斯啊！哇，第一页呢就是这个教小朋友画这个孟加拉的孟加拉的国旗。孟加拉国旗呢，我一直以为啊，这个圆形的是在红颜色是在中间，原来从这个比例上看呢，它是有点偏左的啊，偏左的，这也算给我上了一课啊。哎 ，this tomato this banana。哇，这里还有我们最常见的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穷人，他的斧子掉到了这个水里面，问你是金斧子还是银斧子？这斧子是你的吗？就问这个青年人啊，然后有一青年人说是他的，结果遭到了厄运。另外一个青年说不是我的，我掉下去只是个铜斧子。好像是有这么一个故事，大家还记得吗？这就是那个故事的孟加拉版啊。学习无用论在中国日消沉上。可是，在教育匮乏的孟加拉，尤其是这些生活在贫民窟里的孩子，拥有学习的权利是一件极度奢侈的事情。他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想要离开贫民窟过上更好的生活，学习是一条无可非议的捷径。这个姐妹两个在这边抓头上那狮子啊，抓头上那个狮子，我这边狮子特别多，你看我手也被咬了，这胳膊上也被咬了，这狮子特别泛滥，所以说来这一定要做好这个卫生防护措施。很多人都说雷县长，朝鲜农村都是那个小孩都没有衣服穿，我告诉大家，孟加拉的小孩才是没衣服穿的，你看看。小朋友真的是没衣服穿，我说给大家说，这真的是很穷，太穷了，真的没有衣服穿。你的衣服都去哪儿了？你的衣服呢？加上这个地方特别的热啊，他们不穿衣服也很正常。其实他们的服装用一块布也可以裹上去的啊，因为他们的衣服在那晾着啊，就是一些布啥的。OK。他们还知道这个好吃。谢谢，说谢谢，谢谢，谢谢，给予，谢谢。这么馋呀，都是女孩啊！看到吗？就是贫民窟的孩子啊，没有衣服穿，然后呢也没有玩具，他们从小呢没有什么化妆品、玩具啊、男朋友了、父爱呀、母爱都没有，母亲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根本找不到。说这些孩子要丢了都没人管哦，他们在这自生自灭啊，而且从小吃不上一些副食品啊，什么糖呀、糖果呀，永远看不到，根本没有玩具，特别可怜。有钱也苦，没钱也苦，闲也苦，忙也苦，世间有哪个人不苦呢？越不能忍受，越会觉得痛苦。可能苦难就是上帝对人类无尽的惩罚与责备。孟加拉贫民窟的孩子们在没有玩具和教育中度过童年，可是我不希望这是孟加拉的未来，因为这是一个文明的古国，它没有迎来真正的复兴，没有人知道它的过去，也没有人看到它的未来。我深深地祝福孟加拉这片土地和那里的人们，希望那里的人们终究有一天品尝到美好的生活。告别了孟加拉，我的冒险之旅又将开始。埃塞俄比亚被誉为东非的珍珠，这里的哈穆尔女子不但袒露身体，而且继承着古老的编抽仪式。下一集，雷店长探秘哈穆尔女人，讲述他们血染的爱恨情仇。